PC 玩家期待已久嘅 Steam Machine 早前終於正式上市啦，唔使砌機就可以流暢運行 Steam 上面我嗰堆儲落嘅遊戲，最緊要係夠細部，開機就玩得，終於可以帶嚟好似 PS5 同 Xbox 咁樣嘅客廳遊戲主機體驗啊！咁勁咁方便，當然就係即使係最入門版本嘅 Steam Machine 都要賣成8788蚊啊！就算係已經加咗價嘅 PS5 呢一個價都夠買2部，難怪開賣咗2個星期都仲有貨㗎。不過 Steam Machine 嘅出品方 Valve 都深明 PC 玩家算死草嘅特性，一早就開到聲話歡迎玩家用自己中意嘅零件去砌屬於自己嘅 Steam Machine。喺同一時間，更加將最新嘅 SteamOS 3.8 版本免費開放俾大家下載安裝。換言之，只要硬件條件適合，一眾 gamers 要砌翻一部屬於自己嘅 Steam Machine， 甚至係另一部現成嘅 Mini PC 變成 Steam Machine， 都絕對唔係夢嚟啊！咁究竟要另一部 Mini PC 變成 Steam Machine， 中間牽涉咗啲咩步驟呢？做完之後嘅體驗同 Steam Machine 或者 Windows PC 又差幾遠呢？如果話只要肯自己喐幾步，就可以擁有到一部比 Steam Machine 更加抵玩，但係效能比佢更加強嘅 Steam 遊戲主機，你又有冇興趣呢？可能你會問啦，其實我哋都已經介紹過一啲可以打到機嘅 Mini PC， 咁本身佢哋出廠咧都係裝住個 Windows 噶啦，好地地又點解要搞咁多嘢，裝多個額外嘅 OS 呢？呢一層有打開機嘅都知啦 ，Windows 開機慢不特止啦，仲要開唔同平台先入到 game， 加上後台係長時間有唔同嘅 program， 例如係 Copilot 同 OneDrive 呢啲咧，就喺背景度爭搶資源。變相你想打機，部機再勁都好啦，都總有啲效能其實係分咗去啲同打機冇關嘅功能上面嘅。相反 ，SteamOS 買嘅就係純粹係純正嘅打機啊！基於 Linux 嘅佢冇多餘嘅預載軟件，可以將 CPU 同 RAM 盡可能咁交晒俾遊戲用途，而且佢個 UI 更加係專為手掣同大電視而設，單靠手掣撳個側邊欄就可以校到音量、鎖 FPS 等等，完全唔使好似 Windows 咁彈出彈入，甚至係裝一堆第三方軟件啊！不過 SteamOS 最吸引我嘅地方咧，都係呢一個。一鍵喚醒功能，開着即刻就入 game 啦。以前用 Windows 下下要揾 save point 先敢熄機，下次 pick up 翻又要從頭撈過，開機仲可能仲要揾翻個 keyboard 出嚟 log in 添。依家 SteamOS 玩到攰就直接熄機，下次一開機攞起隻手掣就可以原位繼續，就算玩下俾阿媽叫去食飯都唔使驚啊！呢一種無縫銜接嘅真正主機體驗，絕對係 Windows 俾唔到你嘅。不過講啊勁啦，都要用到先得嘅。既然 Steam Machine 性價比咁低，市場上又有冇啲咩產品可以裝上 SteamOS， 提供同佢差唔多嘅功能呢？ Valve 官方其實就冇正式公佈過 SteamOS 嘅規格要求㗎，但就講明 SteamOS 目前喺 AMD 嘅處理硬件底下會有更加好嘅性能。如果只係睇呢一個要求嘅話，一啲預先砌好、效能有翻咁上下嘅 Mini PC， 其實都係一啲幾唔錯嘅選擇嚟㗎。例如係我手上呢一部 All Star 嘅 GodY Mini PC， 攞嚟做今次嘅示範就相當合適啦。首先，佢嘅機身夠晒的色，放喺客廳做主機咧就完全唔會覺得牙渣。第二就係佢完全符合官方 SteamOS 對 AMD 顯示卡嘅呢個要求之餘，更加提供到比 Steam Machine 更好嘅效能。事關佢入面搭載住16核嘅 AMD Ryzen 9 7940HX 處理器，仲有獨立嘅 Radeon RX 7600 XT 顯示卡，比 Steam Machine 有更強嘅運算效能，係就係同最平嘅 Steam Machine 版本有2000蚊左右嘅差價。不過單睇多出嚟嘅500GB 儲存空間同埋16GB RAM，價值其實已經喺翻度，加上 GodY 仍然有硬件嘅升級空間，性價比嚟講都仍然贏 Steam Machine 少少嘅。如果 GodY 你都仲係覺得貴，市面上仲有好多採用 AMD Ryzen 處理器嘅 Mini PC， 好似我哋早前都測試過嘅 GTBox T1， 又或者係 All Star Gem 10等等，效能當然就唔足以同 Steam Machine 相比㗎啦。但就勝在可以裝 SteamOS， 玩到唔少遊戲之餘，價錢都再平一截，5000蚊樓下都有交易㗎啦。
另外，如果想將 SteamOS 帶出街嘅話 ，ASUS 旗下嘅 ROG Ally 系列亦都係另一個用嚟安裝 SteamOS 嘅唔錯選擇。尤其 SteamOS 可以減少系統負擔呢一個優勢咧，理應對於 CPU 效能相對比較弱嘅手提機嚟講，優勢會比較明顯。所以今次我哋一於就試晒幾部機，等大家可以做多啲參考啦。攞到部機之後，下一步當然就係安裝 SteamOS 啦。雖然過程咧就唔算特別複雜嘅，但如果你都仲係15、16唔知裝唔裝好嘅話，就不妨可以跳去呢個時間去睇下我哋嘅實測先，再翻嚟睇下點樣安裝嘅。要安裝 SteamOS 嘅話，首先就要準備一隻至少8GB嘅 USB 手指，因為過程入邊係會洗晒入面啲資料噶，所以最好咧就唔好係你平時裝住啲重要資料嘅 USB 啦。之後我哋就去到 Valve 嘅官方網頁 download 最新嘅 SteamOS 3.8 安裝檔，再用呢一個叫 Rufus 嘅免費軟件將 SteamOS 嘅 image 燒落去隻手指度。搞掂之後，我哋就可以重新開機，再喺 BIOS 度熄咗 Secure Boot 嘅功能，然後儲存設定，跟住喺 USB 手指保持同主機連接嘅狀態之下，再次進入 BIOS， 並且選擇以 USB 手指作為 boot drive。經過一大輪 loading 之後，就會進入呢一個桌面，然後再撳呢一個掣。嗱，呢度再俾多一個警告大家啦，一撳咗呢個掣，系統就會將 SteamOS 完全取代原先嘅 Windows， 所以大家記得要預先 backup 晒原本 Windows 入面嘅重要資料啊。之後跟翻畫面上嘅指示就可以完成安裝，10幾分鐘之後，你嘅 Steam Machine 就準備好開機打㗎啦。AMD 機嘅 SteamOS 安裝講真就一啲都唔難嘅。至於 NVIDIA 顯示卡嘅玩家又點算呢？好坦白講，雖然目前市面上都有好多幾出色嘅 NVIDIA 打機 Mini PC 啊，但係 Valve 對佢哋嘅支援就暫時唔係好足夠。官方都講明佢哋內部已經做緊嘢㗎啦，但喺正式嘅支援版本推出之前，最好都係用翻 Windows 打住機先啦。雖然市面上都有 Betsy 呢一類嘅第三方系統可以用啊，不過始終唔係官方系統，呢度我哋就唔再花費篇幅同大家講住啦。喺原生 1080p 畫質設定高底下，可以見到 All Star God Y 嘅表現比官方嘅 Steam Machine 好出大概5至10%。不過如果你對 RX 7600 XT 呢一張顯示卡有一定認識嘅話，可能就會覺得呢個差距好似冇預期中咁大啊。原因就係為咗要避免機身過熱，呢一張 RX 7600 XT 只係閹割到得翻8GB嘅 VRAM， 比 desktop 版少咗足足一半。不過呢個效能上嘅妥協，某程度上都係換取一部細 size 一買即用嘅 Preview 主機所需要付出嘅代價嚟㗎。另外，值得留意嘅係，即使係同一部 All Star God Y 裝咗 SteamOS 之後嘅效能表現，其實係比原本行 Windows 系統嘅時候稍微差少少嘅。背後嘅原因好可能係因為大部分原生 Windows 遊戲喺 SteamOS 上面運行嗰陣，都需要經過 Proton 轉譯層去處理，中間係難免有少少效能損耗，所以即使系統夠乾淨，表現都依然會輸俾 Windows 少少啊。而 GTBox T1 就明顯唔係同一個檔次，不過好在靠住 FSR 同 FrameGen 呢一啲次世代技術，都仍然可以令到 FPS 上翻去一個順玩嘅水平，叫做僅合格啦。另一邊廂 Windows 同 SteamOS 喺 ROG Ally X 上面嘅表現都不相伯仲，唯獨係 SteamOS 喺 Cyberpunk 2077同 CS2 呢兩隻 game 贏少少。相信 Cyberpunk 可以反殺嘅呢個關鍵呢，就在於 Steam 喺 Proton 嘅轉譯層度加入咗專為呢一隻 game 而設嘅修正同埋調整。簡單嚟講，就好似 Valve 嘅半個親生仔咁啊！而作為 Valve 真親生仔嘅 CS2 就更加係直接行原生嘅 Linux 版本，即係話當中就唔存在任何轉譯嘅損耗，自然就表現更加好啦。不過講到底，我就覺得即使係整體效能冇太大嘅改善，以上嘅 Mini PC 同手提機喺安裝咗 SteamOS 之後，依然可以用流暢嘅畫面運行到一大堆遊戲，操作感覺介乎喺 PS4 同 PS5 之間，仲可以擁有 SteamOS 嘅專屬 UI 同1秒喚醒功能，呢一啲嘢都仍然提供到相當高嘅價值㗎。就咁睇嚟 ，SteamOS 好似真係用得過喎嚇。不過如果你夠眼利嘅話咧，應該都會留意到我哋主要測試嘅都係一啲3A 嘅單機大作，而電競 game 就冇乜點試嘅。原因又係咩呢？
其實唔係我哋唔想試啊，而係我哋冇得試啊。呢個亦都反映咗 SteamOS 嘅其中一個大問題，就係佢本身以 Linux 做基底，而市面上唔少主流嘅電競 game，例如係 Valorant、Apex Legends， 又或者係 LOL 等等，全部都附帶只針對 Windows 開發嘅反作弊系統，所以係唔可以喺 SteamOS 嘅環境下面成功運行嘅。另外，要用 SteamOS 嚟玩到 Steam 平台以外嘅遊戲，亦都唔係咁簡單嘅。例如係 Epic 同 GOG 咁，就需要透過第三方軟件先可以玩到上面嘅遊戲。而 Xbox Game Pass 就更加係完全唔支援啊。所以如果你本身買落好多非 Steam 平台嘅 game， 又或者係 Game Pass 嘅用戶， Windows 就可能更加適合你啦。而且 SteamOS 仲有另一塊短板，就係生產力啦。雖然勉強咧都可以叫做 download 到一啲替代軟件嚟做下文書處理，但用起上嚟功能上都係有分別嘅。尤其係大家用慣用熟嘅 Microsoft Office， 又或者係 Adobe 呢一類專業嘅軟件，喺 SteamOS 入面咧都係冇得用嘅。即係話，如果你除咗打機之外，仲想當部電腦係一部全能嘅 working station 嚟做嘢嘅話， SteamOS 就未必啱你啦。試完一輪，首先我哋可以確定一點，就係只要肯花心機時間去 set up 個 SteamOS， 要喺比 Steam Machine 更低嘅代價之下，帶嚟主機級別嘅 Steam 遊戲體驗，絕對就唔係咩難事嚟㗎。咁不過呢一啲偽 Steam Machine 係平過抵過 Steam Machine 都好，但係其實佢哋嘅價錢都仲係會比 PS5、Xbox 貴成千幾2000蚊。如果買嚟純打機，完全放棄佢哋喺 Windows 方面嘅生產力輸出嘅話，又會唔會好唔抵呢？呢一方面就真係好睇你平時打機嘅需求嘅。事關喺 Steam 平台上面，唔單止有3A 級大作，仲有天文數字數量嘅小品，又或者係獨立工作室嘅出品。以遊戲數量去計，必然就會超越現有嘅主機平台。主機 fans 就當然認為各大平台嘅獨佔作品都要成為考慮因素嘅，但喺2026年嘅今日，兩大主機平台好玩嘅獨佔作品，隨時就只係10隻手指都數得晒。究竟獨佔作品可以幫佢哋加翻幾多分？我個人就覺得係非常值得討論啦。唔知大家又會唔會心動將屋企部電腦或者手提機變身做 Steam Machine 呢？歡迎喺下面嘅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嘅鐘仔啦，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更新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